你是说，他执意要辞去中央社记者的职务？相信重庆总部现在已经收到了他的辞呈。他过去是学燃料工艺的，现在想到九星燃料厂当一名技术人员，不可以。他对少华的态度相当暧昧，不能让他频繁地接触少华。他是我们军统的人。什么？你说什么？你们军统的人？你怎么知道？我们已经接上关系了，他就是我新任的上司，我要听他的调度。这么说，他的精神失常全部是装出来的，而且把我给忽悠了。对不起，按照军统内部的纪律，我不该向你透露他真实的身份。可是您有恩于我，又是如此的在意他，我不想让您继续蒙在鼓里。谢谢你告诉了我。不过，专员，通过我这些日子与他深入的交谈，他知道少华有为后妻，所以我觉得他们之间不会再有进一步情感上的交流。何以见得？直觉。她毕竟是一个年轻的未婚姑娘，这一次布国芳手下的非礼，对她打击其实很大。如果在这个时候，她能够得到您有效的庇护，那么她一定会对您产生情感上的依赖的。打住！现在不是谈论个人感情的时候，我倒是觉得应该把他被布国芳手下侮辱这件事呈报给重庆，好好做布国芳一本。这件事情我来做。我何尝不想参倒布国芳这个混蛋呢？可是沈子清他不答应啊。他说他现在还有要务在身，一定要以党国大局为重。当然了，您要是能以别的方式，除了他心中这口恶气，我敢保证，他一定会对您更有好感的。你到底是我的人还是他的人？我说专员，我能冒着被我们军统执行内部纪律的风险，把他的真实身份透露给您，您说呢？当然了，我们的工作还需要专员您的支持，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还算是遵守军统纪律的，只是略微的做了一点变通罢了。哎呀，回答得好，回答得好啊！况且，一个女人在受到伤害的时候，会对帮助她的男人更加的感激的。让他放心，我一定袒护他，帮他完成在渔阳的使命。好，我这就把您的意思婉转地转达给他。还要告诉他，我一定帮他出了这口恶气。我敢保证，他一定会向您投桃报李的。专员，那我先去了。去吧，去吧。好。甄专员，
我们终于查到了一个可疑的商人。专员，你怎么了？我有些累了。专员，我们查到一个可疑的商人，酒精燃料厂很可能就是通过他向叛军驻地提供资助的。你敢肯定8九不离10吧。我们的人对他已经调查清楚了，他在省城有一个公司，而且与邵氏公司过去就有生意上的来往。通知省党部前主席抓人。这么快？专员，咱们要不要放长线钓大鱼，等情况落实了以后再抓人也不迟啊。来不及了，军统马上行动了，不能让他抢在我们的前面。那个中央社记者申四清楚是军统的人，他已经盯上了酒精燃料厂，盯上厂里的共产党地下组织，马上行动了。您是怎么知道的？不该问的别问。好。随着咱们厂子产量的提高，像这些原有的储备罐的容积已经远远跟不上了，所以在未来我们打算在厂子的西侧再建一个比这个容积大10倍的储备罐。好，这些已经是荒废的了。一会儿咱们再去那边再看一看，新的储备罐正在建。赵经理，好，哎，3号炉的酒精纯度果然提高了，您这一招真是神来之笔。辛苦了，申总技师，你去忙。啊，柴中校啊，问题解决了。3号炉生产出来的酒精纯度不光可以过关，而且品质上升了一个档次。您看，哎呀，真神奇啊！没有添加任何新的设备，只是加了几个管道，酒精浓度就提高了，太神奇了！啊，小经理，你贵在博士果然名不虚传。我这样是从我一个学妹的设计草图上找到的灵感。我本想着有枣没枣打一杆试试，没想到还真成了。可以向部里汇报了，批量下单。好，小经理，你背后还瞒着一个红颜知己小学妹？她不是咱们厂子的人，她是中央社的女记者。啊，那我们找机会请你的小记者学妹吃饭，我做东，你买单。那这样，以后只要柴中校和弗兰克中尉在宇阳请客，通通都由我买单。从甄鹏举的秘书突然到省城的情况来看，他们一定是掌握了重要线索，到省党部去报告去了。什么线索？他们一直在跟踪，秘密搜集与芳华厂客户往来的财务资讯，并由此推断出芳华厂在向叛军秘密提供资金，这可是相当严重的自敌行为。告诉甄鹏举，我要马上打进芳华酒精厂，叫他务必配合。那咱们就说定了，今天晚上我在醉仙楼宴请二位，好不好？好，来，请坐。哎呀，二位长官其实没必要这么辛苦啊，还屈尊陪我到工厂车间去视察，嘿，真是辛苦二位了。二位啊，自打你们进驻到厂子里面以后，对我们的酒精生产帮助特别大，这是一点小意思，请二位笑纳啊。小经理，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还不太好解释。是这样，柴中校，你看咱们的弗兰克中尉，不远万里、千里迢迢的从富庶的美利坚合众国跑到咱们宇阳的小地方，那在生活当中肯定有诸多不便啊。而且，二位又为酒精生产殚精竭力，你们可是有功之臣啊。这就是厂子里面给二位发放的一些辛苦费，请笑纳。这个，柴中校，这全当是我作为酒精厂的经理为我的职工发放的一点生活津贴，以后每个月都有。如果您还担心的话，是这样，你们作为军方的代表，只要你们军方不点头，谁敢来酒精厂查总账，
邵经理想的实在是太周到了，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也是哈，工厂发达了，发点补贴，完全可以理解的嘛。对。我已经从部里拿到我特别津贴。哎呀，那部里哪知道你在宇阳这儿工作这么艰苦啊？我就替弗兰克收下了。柴中校，理解万岁呀！这样，以后还希望二位啊，在咱们酒精厂的军工订单上多多费心啊。这是中国，要学会入乡随俗，恭敬不如从命。他这么急着去酒精燃料厂，会不会有其他的想法？比如说发现了什么重大线索，急于立功？我看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或许什么？或许他是想趁机抓住布国芳的辫子，好报他遭侮辱之仇啊！这个女人可不可小觑啊？听专员您的意思是，她既然能做你的上司，那就不是斤斤计较的等闲之辈。喂，我是钱坤。好，钱主席，我就是。根据你提供的情报，我们抓到了那个私通叛军的周姓商人。经突击审讯，从他嘴里得知，酒精燃料厂不仅在暗中资助叛军，更是宇阳地区地下组织的一个秘密据点，并直接接触叛军特科领导。叛军特科的一个秘密人物在暗中操控着一切。这个叛军特科的神秘人物一定是酒精燃料厂的少华，我们该怎么办？立即突击搜查酒精燃料厂，以搜集证据。不可能啊！布国芳是酒精燃料厂的董事长，而且最大的股东，他不可能搜查的，也不会让去抓捕少华。陈主席，我有个建议啊，我负责把少华带到省城，你们在省党部门口抓捕他，这样就可以全面突破。那你能确定少华就是叛军的特工吗？我可以确定。爹，你怎么了？爹，是不是心脏病又犯了？天冷了，你可得多注意身体。快把药吃了。喝水。你要是个男孩就好了。又咋了？我把兵权交给你。你能不能不说这些？保护您是我的职责，你老是要回报我，听了很难过的。你爹已经是黄土埋半截的人了，再加上有心脏病，随时都可能咽气。别说不吉利的话。但是。陈鹏举说要解散护厂队，让警署派驻，理由是曾经护厂队武装冲突他的办公室，对他实行武力威胁。哼，他还挺能记仇。上次你去省城开会时，护厂队的古队长去救邵经理，就去劝他的人不要乱来，结果他来一个武力威胁。现在说这个不都晚了吗？
已经都报到重庆去了，重庆也都审批完了。咋还越过魏长官捅到重庆去了？估计可能魏司令不愿意添烦心事儿呗。那咋办啊？正好借此机会，他不要解散护场队吗？你就把护场队收编了，来壮大卫队的实力。好，我倒有一个主意。护场队收回来之后，就让护场队的古队长来卫队当教官。这古队长靠谱吗？他绝对忠厚老实，而且还会武功。他在东北军当过连长，见东北军不抵抗，就开了小差。反正都归你管了，爱咋咋地吧。那我就去找古队长商量了。你干啥去？昨天邵经理跟我说了，他跟古队长俩人去省城了，说是为甄专员许给他们那笔省城的设备补贴款。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失望了吧？女人都得温柔一点，别老风风火火的。那个女人倒是温柔，还会装憨撒娇，这种女人绝对不是什么好鸟。你老怀疑那个女的，左怀疑右怀疑，你到底怀疑她什么？反正没安好心。女人的直觉，我看啊，是女人的醋劲儿。一共说有人从芳华厂向新四军驻地秘密输送资金。来，牛头山在这附近驻扎着一支新组建的新四军支队，他们的战斗力非常了得。一旦中原会战役打响，他们肯定会和步光方部联手，从侧翼包围我军。余部命令我们趁现在中国人内乱和派系纷争，切断芳华厂向新四军驻地的补给。听说老三给你们厂立了一大功。哟，这么快就知道了？哎呀，难道专员大人还负责包打听我们厂子里的事儿啊？我说你们这些搞技术的说话能不能不那么阴阳怪气儿？实话告诉你吧，老三辞去了中央社记者的工作，他是为了你才落难的，你得对他负责任啊！有人给《中原日报》写的揭发信，被我省城的朋友扣下来，转给了我。说老三被部国防部队的人给强奸了，谁写的？胡说八道吗？这不是？他都衣不遮体被送进了医院。是，即便老三被那帮当兵的给侮辱了，那也不至于这么写呀！这现在闹得满城风雨，这种事情传播的特别快，能瞒住吗？既然这样，要不劝老三回重庆吧？他受到了刺激，在这儿，咱俩能罩着他。本来他就是无父无母的孤儿，现在又雪上加霜，遭到如此凌辱，你把他送回举目无亲的重庆，还不崩溃了？别以为是我想把他留下来，我还巴不得他离你远一点呢。是他说这儿有用武之地，可以为抗日出点力。行啊，等他摆脱了这场噩梦，再送他回去吧。现在能治疗他心灵和身体的创伤，只有你和我。保护好老三，守住我们的回忆和结义往事吧。OK。专员，这是不是喜欢上中央社女记者了？你这个司机可真不懂规矩。我也不懂。汪，你真说了一句实话。
下来吧。干嘛呀？给你送到这儿就完了吗？你叫我下来干嘛？笑什么呀？你把我叫下来干什么呀？瞅，你瞅谁呢？省党部的人约我过来，怎么不见人呢？不是，正好你过来认门嘛。你这么无聊吗？这无聊吗？哎，你一会儿去哪儿啊？回家把长春送回去。啊，好，他也算立功了。哎，对，那个代我向伯母和弟妹问好。真虚伪。我跟你说，布国芳非礼女记者这件事，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要是让重庆知道了，他可吃不了兜着走。如果能让审计者进芳华厂，我保证这件事情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可以化没的。哎呀，这可麻烦呀！我们经理啊，他得跟股东们商量，那军方呢还得审查，尤其是布司令那里，他对这个女记者的印象那可是相当差呀。哎，不是，我现在搞糊涂了，这个芳华厂到底你是经理还是他是经理？这不很明显吗？我俩脾气秉性比较相同，都不太守规矩。但有一点，我的保镖说的没毛病啊，布国芳对老三的意见是很大的。不就是他身边那个女悍将吗？只要你和老三撇清暧昧关系，保持距离，别让这个女悍将再吃醋的话，其他都不是问题。我已经给你挑明了，剩下就看你自己的。嘴能不能不要那么欠？我见过捡钱的，没见过捡骂的。哎，我那是实在忍不了了。你说他干嘛不让那女记者回重庆啊？非得安排到咱们厂子里来？他肯定是有目的的。江书记在省城吗？跟他商量一下吧。啊，对，江书记正好找你。钱主席，哦，你来了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中央党部统计调查处的牛特派员，这位是豫阳行署的甄专员。你好，你好，钱主席，为什么不抓捕烧火？这人我都带来了。不能操之过急。刚才牛特派员通报了一个重要的情况，魏司令长官亲自给中央党部打招呼，说不让我们动这个姓邵的。没想到这姓邵的能有这么硬的后台呀！那我们眼看着他继续资助叛军，芳华厂仗的是军工生产厂，现在已经成了叛军物资正转站和后勤补给运输队了。这，你先别着急，来，咱们坐下来。现在还无法证明这个姓邵的就是叛军安插在豫阳的卧底。为了掌握确凿的证据，来说服魏司令长官，中央党部决定搞一次突击行动。突击行动的要领由牛特派员跟你详谈。啊，叛军重新组建后，能够很快的恢复元气，并发展壮大。与得到潜伏在九京燃料厂共党地下组织资助有关。中央党部责成我与省党部联合组建豫阳工作团，立刻入驻该厂，武装行动。注意口径，只清剿资助叛军的地下窝点，不能提共产党3个字。是的，根据你提供的情况，这个窝点得到了布国芳的庇护。这个布国芳的身后就是魏司令长官，而且他们还有自己的武装，很难对付啊。为仿造地下组织的武力抵抗，工作团近日秘密向豫阳进发，定点清除、通探这个窝点。我们的行动还希望甄专员多多协助啊。豫阳这个地区地方军阀势力盘踞，情况非常的复杂。为了便于你在此地开展工作，且不暴露你中统干部的身份，
也为了保证大战区的团结抗战，中央党部特别指示，这个工作团作为省党部派出的工作机构，这恶人就由我来做吧。钱主席，甄某一定协助工作团的清剿行动。国民党的中统、军统都紧盯着放话场的地下组织和你，而且部国方内部又有分裂的隐患，所以你一定要与布大小姐撇清嫌疑，这也是对你非常重要的自我保护。我一直拿不得贤当妹妹，问题她不是你的妹妹呀。你上次说的那个中央社女记者，她现在是什么情况？我正想跟你说这件事呢。她在这一次步家军的哗变当中受了惊吓，刚刚辞职。我打算把她招进厂子里面做我的技术助理。她的名字叫……柴科长 ，Mr. Frank， 不好意思，我们来晚了。Miss 沈小姐。两位长官好。Thank you。甄专员呢？他请我们来，怎么不见人呢？不过是专业大人嫌我们军阶低，不够资格与他同行。哦，这位是……哦，防化厂质量检点，弗兰克中尉，美国人。Nice to meet you. Very nice to meet you too. You can call me 沈子清。沈子清 ，I'm Frank. 啊，是这样，甄专员呀去省城开会了，特意叫我跟卢主任过来陪二位。怎么，是不是我来了扫大家兴了？哎，那行，那我先走，好吧？哦，哪里。Having Miss Shen here compared to Jen himself, makes me very, very happy. Really? Yeah. My pleasure. You are so handsome. I like your eyes. They're so charming. You too. Beautiful dress. Thank you. 沈小姐的英文真好啊！弗兰克在这儿跟我们交流就方便多了啊。哪里。那都请Miss Shen多多教我中文。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My English is not that good, so you can teach my English, okay? That would be my pleasure. Thank you. 他是学炼油专业的，一来呢，我希望我的身边有这么一位专业的、得力的助手；二来，他是国民党阵营当中难得的开明人士，是反对国共内耗、支持团结抗日的。我也希望通过他，能缓解我跟甄鹏举之间的尖锐关系。三，甄鹏举以为通过他可以对贵党的地下组织进行有效的监视，如果我们利用好了这层关系，反而会更安全。当然，我也希望通过他，能让我跟布德贤保持适度的紧张关系，以消除各方面的疑虑。在各派势力云集、关系微妙的雨阳城中，我只能这么做。看来这个沈子清是把双刃剑呀。如果他能够做你助手的话，咱们求之不得呢。但是，他毕竟是国民党中央社的人，中央社的记者背景都很复杂，我觉得还是慎重为上。Oh, thank you. This one's really good. 诸位恐怕还有所不知啊，咱们酒精燃料厂这一次酒精纯度能够如此大幅度的提升，为什么？就是因为咱们沈小姐的设计工艺图和建议呀。可是那个少华呢，却贪天之功，将这项成果窃为了己有。啊，没，邵经理人家说过，他得到一个学妹的启发，
那莫非沈小姐就是邵经理提的那个学妹吗？上帝，原来你就是邵经理那位叫的学妹。有印。谢谢。我也是学炼油的工艺，我们是同行。真的啊？真难得。What a coincidence! Yeah. 不知道你在重庆住哪里？也许我们是邻居呢。我要说，我住在重庆森林望龙门两湖会馆内，你信吗？那个可是军统特务总队呀，沈小姐，你不会住那儿吧？瞧把你们吓的，跟你们开玩笑的。我住在国府路23号。我们都是重庆来的，远亲不如近邻。是啊，为了咱们在异地的相聚相识，来干了这杯。按照你们中国风俗，一碰就得3杯。Cheers！ 幸亏你的意见，改进了工艺，让酒精品质迅速提高。下月的布里已经订了200万加仑，全部收购95度酒店。你的功劳太大了。谢谢。为你的贡献，喝一杯。Sorry，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按理说呢，咱们沈小姐陪您多喝几杯，其实也没有问题。可是最近呢，咱们沈小姐出了一些状况。什么状况？哎呀，这个算了，不提了。难道沈小姐在这里被人欺负了？我们借一步说话。魏将军交给了我一份关于苏军坦克燃料的配方，诺门坎秘方。好，最近这几天我仔细研究了这些机密的要件。你觉得这个技术资源有什么价值吗？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就是把酒精燃料混合在汽油和柴油中，通过某种特殊的添加剂混合成为一种新型的变性燃料。一来可以使燃料增加含氧量，提高热能效，使其提高马力增速成为可能；二来可以有效地消除火花塞、气门、活塞顶部以及排气管等部位的积碳，使一些主要的零部件延长寿命；三来可以使发动机运行得更加平稳，减少故障率。这一点对于在战场上作战的坦克和装甲车来说尤为重要。当然，最关键的就是乙醇和汽柴油的最佳配比。你的担子是越来越重了。这样看来，让沈子清进厂的事儿要斟酌斟酌了，尤其让他做你技术助手的事儿就更要慎重了。这只是我个人的建议，当然了，到最后还要看邵先生您个人的决定。我要再次感谢你对我们的帮助，江书记。我只是觉得他是我的老同学，又发生了这么可怜的事，我想帮他一把而已。而且，全民族都在抗战，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只是在尽我应该尽的义务。您不用跟我客气。他真被欺负了吧？中国重庆以外的地方军队无法无天了。我立马把这件事情向中南会报告。我也想这样啊，只是甄专员说要以大局为重，大战在即，我们毕竟还需要部国防的部队坚守本地城池，不是吗？再说了，部国防好歹也是酒精燃料厂最大的股东，对他，我们还是需要以团结为上。既然他们是国家军队了，还得遵军纪和守国法。是啊，你是不知道啊，自从沈小姐受到刺激之后，
一度神情恍惚，连记者工作也给辞了。可是他还希望继续能为抗战做一些贡献。对了，他学的专业是化工工艺，酒精生产呢正好对他是专业对口。要不，咱们先让他在酒精厂工作一段时间如何？好啊，就让他当我的翻译和军队代表与工厂联络人。That's right。可是柴中校那边呢？我要去说，我们缺乏这种人才，而且他已经对酒精产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现在去把这件事情交给他们。好。柴中校。哎呀，刚才他跟我说了，既然甄专员都提出来了啊，厂子里又确实需要技术骨干，好事情啊。对呀，谁说不是呢？可是现在不就是怕布国芳不答应吗？其实沈小姐到酒精燃料厂工作呀，那绝对是个好事，只会消除布国芳的属下侮辱中央社女记者如此恶劣的影响啊！要不然这件事儿传到上面去，能有布国芳什么好？这件事包我身上，布国芳那边我去说去。可是老哥哥呀，就怕您说不动他呀。你那意思，我这军方代表在厂子里就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呗？哎，我可不是这个意思，您可别误会啊。您是有所不知，布国芳现在只听邵经理的，而咱们这个沈小姐呀，又是邵经理最中意的助理人选。只不过，她因为种种原因不方便直接出面罢了。哦，那意思让我给邵经理当说客吧。哎，对了，这沈小姐的身份你要查清楚，咱们毕竟是军工厂啊，每个人都要受到严格的审查。这您大可不必担心，别忘了，我可是职业情报官呀！啊？哦，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强奸就强奸了吧。强奸就强奸了吧。司令，这事儿要是让上峰知道了，麻烦就大了。你以为上峰不知道啊？那姓甄的小心眼儿，这小报告早打到重庆去了。重庆要是真知道的话，您就不会坐到这儿了。幸亏啊，沈女士、甄专员还有邵经理，他们仨是交大的校友，而且关系非同一般。邵经理硬摁住甄专员，不让他反映此事，说是对司令您影响不好。有啥不利的？一张破照片，害我死了一团长，那弟兄们能干吗？不是司令，您也得为人沈女士考虑考虑，毕竟人家是未出阁的黄花大闺女嘛。这倒是啊，黄花大闺女就让人给强奸了，这传出去是不好听。那依着柴中校，司令，这个事情很好解决。沈女士啊，以前是学化工的，此次为咱们厂子献计献策，出了一个好点子，让酒精的纯度呢提高了不少，得到了美国专家的认可。邵经理把她招到自己这儿当助理，一呢是对沈女士的精神抚慰，二来呢为咱们厂子招进人才，生产出更多更好的国防燃料。司令，您这是又发财又为抗战做了贡献呐！最主要的一点呢，他是自愿留在咱们厂子。陈中校，你吃香蕉？啊？谁派你来的？啊？当然是邵经理本人的意见呐。他咋不直接跟我说呢？司令，另外对邵经理很有那个意思，他觉得不妥。不能直接说，所以说就让我当说客来了。那既然是邵经理的意思，那就按照他的办呗。不过你回去给姓甄的带个话，让他别给我搬弄是非。司令，您误会了，甄专员还是顾全大局的，积极配合，表现不错。
大家静一静，我来跟大家宣布一个让人振奋人心的消息：咱们厂的产品已经通过了军需部的军品认证，也就是说，前线将会用到我们所生产的酒精燃料了。下面有请军需部的军代表柴副科长讲话。我们有什么好说的？就一句，让抗战大动脉滇缅公路尽快的得到我们叔兄的新鲜血液。谢谢。还有什么指示？你都说了新鲜血液了，那我就再说一句，大家好好干，等打了胜仗，我请大家喝酒。情缘如梦，我在冰冷的街道徘徊，倾听时间轮回，承受伤痛滋味。昨夜秋风带走曾经的一瞬回眸，封存空白记忆，沉默更替多愁。无声祭奠，拯救失落的纪念。千难万千，磨灭心中的杂念。转身瞬间，昨日从前过往的沧海桑田，如过眼云烟，只手相看的泪眼。情缘如梦，我在温暖的街道徘徊，倾听时间轮回，感受爱